尽管塔利班宣称阿富汗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当前的阿富汗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正组织会议对阿富汗局势进行讨论。日本外相周日对外放出消息称，七国集团有计划邀请中国和俄罗斯磋商应对阿富汗局势。不过，俄罗斯方面很快做出回应称对此并不了解。那么，七国集团成员国如此热切地针对阿富汗局势采取行动，是真的想帮阿富汗解决问题吗？来看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周日在日本广播协会的节目中称，七国集团外长将于本周就阿富汗问题举行会议，届时将会邀请中俄出席，一共会有20多个国家参与。按照茂木敏充的说法，中国和俄罗斯对阿富汗有一定影响力，并强调中俄两国参加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对于日方的说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于当天晚些时候表示，莫斯科对有中俄参与 G7 阿富汗会议并不了解。此外，扎哈罗娃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七国集团内部口径不一致，这也意味着 G7 成员国对他们想要从自己和周围世界中得到什么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俄方正积极推动解决阿富汗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也指出，阿富汗问题的妥善解决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显然，中俄正为解决这一热点问题出谋划策，但这并不代表中俄两国要为西方国家收拾烂摊子。中俄出手帮忙，既是出于道义，也是以大局为重，但这不是被捆绑出力的借口。想要真正解决阿富汗问题，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共同参与，而非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下一步呢，因为阿富汗问题牵涉的非常的多，也牵涉很多问题也需要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在安理会这个层面呢进行协调。那么中俄这是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很自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难以替代的作用。当然，中国也是阿富汗的邻国，俄罗斯因为有跟阿富汗问题有非常深的渊源，所以我觉得要讨论阿富汗问题，肯定是无法绕过中俄。外界也质疑，此次由美国务卿布林肯在网上号召组织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究竟能不能谈出实质性的内容？毕竟在G7内部，英国方面已有声音开始质疑与美国的同盟。英国可能是反弹的最厉害的，当时英国国会辩论的时候，有人公开的提出指责和批评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是误判，更重要的事先没有跟人家沟通。正在卡塔尔开展访问的布林肯则表示，目前仍有约100名美国公民滞留阿富汗境内。不过，塔利班已向所有符合条件离开阿富汗的人承诺予以安全放行。布林肯称，美国将让塔利班遵守这一承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务院向媒体披露的行程安排，布林肯在此次访问中并不会与阿塔驻多哈政治办事处的成员举行会面，这也就意味着美方将通过卡塔尔来与塔利班保持接触。据美联社报道，布林肯与美防长奥斯汀周二在多哈同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会晤，重点就两国关系以及阿富汗问题进行了讨论。布林肯对卡塔尔为美国的阿富汗撤离行动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卡塔尔继续协助美方与阿塔协调。分析指出，布林肯和奥斯汀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机出访卡塔尔，是因为这个海湾国家对如今的阿富汗局势至关重要。被称为中东日内瓦的卡塔尔，不论是早期的斡旋工作，还是最近的撤离行动，角色都非常突出。早在2013年奥巴马执政时期，卡塔尔就在华盛顿支持下，让阿富汗塔利班于多哈设立外交及政治办公室，自此成为国际社会跟阿塔之间的桥梁。在美军撤离行动结束后，卡塔尔及土耳其日前也宣布将提供3000万美元财政援助，协助喀布尔机场重启，以早日恢复国际航班。分析指，卡塔尔和塔利班一样同属逊尼派，意识形态比较贴近，让其更好担任中间人角色。如今，阿塔正紧锣密鼓协商组建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新政府，很大程度上可参考几个宗教保守程度不一的海湾酋长国管制模式。而卡塔尔过去20几年的亮眼发展，对于阿塔来说也具有不少参考价值。比如在国际社会担忧的女性权益问题上，卡塔尔模式就有一定借鉴之处。卡塔尔的女性权益同样受到男人监护人法律限制，女性也需要佩戴包裹头颈的围巾。
在公众场合仍有不少是禁止两性共处，但在卡塔尔，女性获准投票、上学和工作，女性参与劳动人口比例甚至是阿拉伯世界最高之一，当中也不乏女性公务员，甚至有的女性走上政治的舞台。近年，女性入读私立大学的比例急升，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卡塔尔分校的女学生比例更达57%。卡塔尔的转型的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也是反映出中东海湾国家它在这方面就努力的寻找自己的一种发展道路，适应形势的变化。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一个就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